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onathan Haskell 和 Stian Westlake 的无形经济的崛起。21世纪初，发达经济体跨越了一个寂静却影响深远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始终是厂房、机器和车辆等物理实体。但在那几年，企业对软件、数据、研发和品牌等无形资产 intangible assets 的投资，在历史上首次全面超越了对有形资产 tangible assets 的投资。这种生产要素的巨变，直接导致沿用100年的传统财务准则和商业常识出现严重断裂。曾经的工业巨头依靠大量固定资产构建护城河，而如今全球市值排名前列的企业，其利润最丰厚的核心资产却几乎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被准确衡量。在这本书中，这种资产形态的历史性跨越被清楚刻画为无资本的资本主义。这场悄无声息的转型，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财富分化以及超级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企的根本原因。建立在抵押物理设备基础上的旧有金融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业态的运转要求。抛弃旧框架，重新识别无形经济独有的4个特征属性，是看懂当代商业结构性困境的关键。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探寻这场隐形变革背后的客观规律。Uber 决定进入一个全新的城市，它的核心扩张成本是多少？并非购买数千辆汽车或租赁大面积停车场，而是将已经编写好的调度算法直接接入该城市的地图和数据网络。一旦基础代码和软件架构成型，服务一个街区与服务全球100个城市产生的边际成本微乎其微。这是无形资产的第一个核心经济学属性，可扩展性 scalability。 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每增加一份营收，必然伴随着一辆实车、一位司机和一份保险的硬性成本。实体资产有明确的运转极限，而代码、算法、品牌等无形资产能够在不增加损耗的情况下被无限次复用。硬币的另一面是无形资产伴随的高风险。传统的有形资产自带一层安全网，二手交易市场。一家制造工厂如果面临破产清算，厂房内的重型冲压机床、运输货车和流水线设备都可以折价变卖给同行。资产的物理属性保证了它具备通用价值。然而，审视 Toyota 耗资1000万美元为自身供应链定制开发的管理软件，一旦公司业务转向或系统开发失败，这套代码对外部市场毫无价值，它无法被拆解重组，也无法搬到二手市场拍卖。这种一旦投入便难以收回成本的特性，被称为沉没性 sunkenness。 可扩展性与沉没性的交织，构成了现代商业特殊的资产结构。企业的盈利天花板被无限拉高，但资产的安全垫也被完全抽离。这种结构直接阻断了传统的融资路径。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型建立在实物抵押之上，土地和机器可以作为违约时的清算保障，但银行无法将一行行存在高失败风险且无二手市场的代码或组织流程作为抵押物。当资产的下限归零，企业评估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溢价的方式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实物资产的保护机制非常简单，一堵围墙，一把锁加上几名安保人员，就能确保工厂里的机器只为所有者生产利润。无形资产缺乏这种天然的物理防御。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研发或产品设计，产生的知识和创新会迅速在行业内扩散，被竞争对手或整个社会免费利用。这种难以将投资收益完全私有化的现象，也叫做溢出效应 spillovers。 1979年 Apple 的工程团队参观了 Xerox 内部的研发中心。当时 Xerox 已经投入了海量的资金和顶尖的人力，研发出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的早期原型。这些耗资巨大的无形资产创新并没有被锁在 Xerox 的利润表里，而是迅速溢出。 Apple 汲取了这些理念，将其整合进 Macintosh 电脑中，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Xerox 承担了试错的沉没成本，
而溢出的价值转化为了其他公司的市场份额。在如今的智能手机市场，溢出效应每天都在重演。一家企业历经数年研发出瀑布屏设计或全新的交互手势，产品一旦发布上市，其设计理念和工程思路就会立刻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跟进者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或直接模仿，以极低的成本复刻这一创新。虽然专利和版权制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屏障，但在复杂的商业实战中，竞争者往往通过微调参数或绕开特定专利壁垒，轻易获取技术红利。这种无法独占的特性大幅降低了传统企业进行长期基础投资的意愿。如果斥巨资研发的成果最终会惠及竞争对手，理性的商业决策便是缩减开支，等待模仿。这种因产权保护模糊而导致的全社会投资意愿下降，正成为阻碍宏观经济增长的一道暗礁。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战略，通过加快迭代速度和构建复杂的知识系统，来对抗持续不断的技术泄漏。溢出效应让企业流失价值，但无形资产的另一项属性却能创造指数级的增长。实物设备的叠加通常只产生线性收益，在车间里增加一台机床，产出直接翻倍。然而，当不同的无形资产相互结合，或者无形资产与顶尖的人力资本碰撞时，会爆发出远超个体总和的商业价值。这种1+1大于2的非线性增值被称为协同效应 （synergies）。微波炉加热技术的专利本身是一项极具门槛的无形资产，但在早期缺乏应用场景的专利无法直接转化为消费者购买力。同时，烹饪专家研发的微波炉专用菜谱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如果没有普及的加热设备，菜谱同样毫无价值。当这两项孤立的无形资产发生协同，专利技术提供了实现路径，而专用菜谱补齐了用户的使用动机，两者结合立刻打开了庞大的家用电器市场。技术赋能了内容，内容反向拉动了技术的普及。在当前的商业结构中，协同效应是企业构筑高壁垒核心利润区的关键。科技公司掌握的庞大用户数据是静态的无形资产，单独存在时无法直接产生现金流。内部研发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在没有数据喂养前也只是空转的代码。将独家数据资产与前沿算法资产进行协同，就能产生精准的商业预测和广告分发能力，进而转化为真实的营收。这种特性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竞争形态。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囤积单一的稀缺资源，而是建立一个能让设计、品牌、软件代码和商业模式互相交织的复杂网络。在无形经济的生态中，具备持续组合、嫁接和催化不同知识节点能力的企业，将轻易击败那些只守着单一专利或单一品牌的传统竞争者。资产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本身的造价，而取决于它能与多少其他资产产生协同。可扩展性与协同效应的叠加，重塑了现代商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赢家通吃的局面。当一家企业掌握了核心的无形资产，它就能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迅速覆盖全球市场。这种扩张不受产能、物流和实体店面的限制。同时，领跑企业凭借丰厚的利润，能够吸纳最顶尖的人力资本，并收购市场上具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内部的数据、算法与外部的创新产生强烈的协同效应，形成一道不断加高的商业护城河。2001年至2013年间， OECD 统计的宏观生产率数据揭示了一个严重的分化趋势。在这10几年里，排名前 5% 的领先企业其生产率保持着强劲的上升态势，累计增长率超过 4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 95% 的落后企业生产率曲线几乎是一条停滞的水平线。在传统有形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会被设备采购和人员流动迅速抹平。二流的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购买一流的冲压机床，缩小与领先企业的效率差距。无形经济切断了这种追赶路径。领先企业构建的专有软件架构，
庞大的数据集和复杂的组织流程，无法在公开市场上明码标价购买。落后企业即使拥有充足的现金，也无法直接买到与头部企业相匹配的无形资产生态。更严重的是，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虽然存在，但它往往需要极强的吸收能力。落后企业由于缺乏配套的协同机制，即便获取了泄露的技术思路，也无法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他们只能在低利润区依赖传统的物理扩张，忍受递减的投资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无形资产驱动的生产率鸿沟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领先企业聚集了最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师和管理人才，最大化产生协同效应，而处于底部的企业则陷入利润微薄、人才流失、无力进行无形投资的恶性循环。商业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再呈现正态分布，而是呈现集中的密律分布。少数企业攫取了行业内绝大部分的利润，成为主导市场定价和规则设定的绝对寡头。这种企业间不平等的加剧，正是无形资产特性的直接投射。领先企业依靠无形资产建立寡头垄断，而试图破局的新兴企业和落后企业面临着一道横亘在资金与资产之间的巨大鸿沟。商业银行的信贷系统长期以来建立在有形资产抵押的基础上。当企业申请贷款时，银行评估风险的核心指标是抵押物的清算价值。厂房、机械设备和库存商品具有明确的物理形态，一旦企业现金流断裂，银行可以通过查封并拍卖这些资产来收回本金。无形资产瓦解了这套风控模型。软件代码、品牌声誉、客户关系以及定制化的业务流程具有极强的沉默性。一家研发人工智能算法的初创公司，其账面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支付程序员的薪酬和云服务器的租赁费用。一旦算法开发失败或未能在市场上跑通商业模式，这家公司的残值几乎为零。银行无法拿着半成品的代码库去市场上拍卖，也无法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直接折现。抵押物的缺失导致轻资产重研发的无形经纪公司极难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获取大额信贷支持。这种金融系统与资产属性的严重适配，倒逼企业融资路径发生转移。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等股权融资模式取代了银行信贷，成为无形资产投资的关键枢纽。风险投资机构不依赖资产抵押，而是通过持有公司股权，依靠少数成功项目的超额回报来覆盖大量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这套逻辑契合了无形资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然而，风险投资的资金规模与覆盖面远远无法填补全社会无形投资的资金缺口。股权融资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主要流向软件、生物医药等具有爆发潜力的特定领域，而大量的传统中小企业在向无形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依然面临严峻的融资约束。他们既缺乏足够吸引股权投资的扩张潜力，又没有可以抵押给银行的实物资产。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无法有效注入实体经济的转型环节中，大量的无形资产投资计划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滞。这种信贷体系的结构性梗阻，直接削弱了市场的新陈代谢能力。融资体系的梗阻与企业竞争格局的分化，最终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汇聚成一场缓慢的系统性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漫长的低利率时代。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极低的资金成本理应刺激企业大规模扩张，推升全社会的固定资本投资。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大量企业宁愿将现金囤积在账上，进行股票回购或发放股息，也不愿增加实质性的商业投资。这种经济增速放缓、投资疲软的僵局，构成了长期停滞 （secular stagnation） 的宏观表象。解开这一宏观现象的钥匙，依然隐藏在无形资产的底层特征中。溢出效应直接削弱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在面临技术路径不确定时，
企业管理层清楚地意识到，斥巨资进行的基础研发和市场教育很可能转化为行业竞争对手的免费红利。与其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不如持币观望，等待其他公司完成创新后再进行收购。当市场上的大多数企业都采取这种防御性策略时，全社会的整体无形投资规模必然大幅萎缩。与此同时，沉没性叠加就金融系统的失灵，限制了信贷资金向生产力转化。银行系统的资金无法通过传统的抵押渠道顺畅流入需要转型的中小企业，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推高了现有的资产价格，却没有转化为能够提升社会总体生产率的实质性投资。落后企业受制于资金和协同能力的双重匮乏，停止了追赶的步伐；领先企业在确立垄断优势后，也放缓了资本开支，转而维持稳健的现金流。微观层面的投资动力缺失，经过整个经济系统的传导与放大，拖垮了宏观经济的增长引擎。长期的低投资直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工资增长陷入低迷，进一步削弱了消费市场的需求。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由于无法精准对接无形资产的特性，往往收效甚微。面对这场深度的结构性变化，仅仅依靠调整利率或增加政府开支难以解决核心矛盾，必须从根本上重构适应无形经济运转的制度与金融生态。宏观经济的停滞并非均匀分布在每寸土地上，无形资产的运作特性在地理空间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财富裂谷。传统制造业时代，工厂的选址主要取决于土地成本、交通枢纽和廉价劳动力。只要物流网络畅通，重型机械安置在偏远城镇甚至海外发展中国家，依然能保持高效运转。实物资产的扩张天然具有分散配置的倾向，无形资产逆转了这一趋势。创新的产生高度依赖于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的交流。一份专利文件或一行代码可以通过网络瞬间发送到全球，但产生这些代码和专利的灵感、经验、行业动向以及复杂的商业直觉，极难通过电子邮件准确传递。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在面对面的高频互动中最为活跃。为了捕获这些无法量化的知识红利，科技企业、金融机构以及顶尖的设计研发人才必然向少数几个核心都会区集中。旧金山湾区、伦敦和纽约等超级城市成为了无形资产碰撞的巨型反应堆。人才的聚集吸引了更多的风险投资，充裕的资金又孵化出更多依赖协同效应的初创企业。这种正反馈循环不断推高中心城市的生产率，同时也使得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呈现指数级飙升。大量财富沉淀在超级城市的砖瓦之中，成为无形经济繁荣的副产品。与此同时，缺乏无形资产聚集能力的传统工业城镇逐渐丧失了经济造血功能。高薪岗位的流失导致当地税收减少，基础设施老化，陷入难以逆转的衰退周期。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再是简单的资源多寡，而是能否接入全球无形资产协同网络的结构性断层。这种因知识聚集需求而引发的地理极化，构成了现代社会贫富分化最直观的空间投影。对空间密度的苛刻要求，不仅重塑了城市的版图，也重构了企业内部的物理空间与组织架构。在 Frederick Taylor 创立的科学管理时代，工厂运转的核心机制是指令与控制。管理层通过秒表测量工人拧紧每颗螺丝的时间，将生产流程拆解为标准化可监控的单一动作。由于有形资产的产出是线性的、可观测的，这种垂直的科层制架构能够最大化榨取物理设备的效率。进入无形经济环境，传统的监控体系全面失效。管理者无法站在程序员或界面设计师的背后，用秒表规定他们何时产生一个具备颠覆性价值的产品创意。创新的本质是将不同的知识节点进行重组。为了最大化内部的协同效应，现代科技巨头刻意拆除了部门之间的物理与制度高墙。开放式办公区、
免费的咖啡厅以及去中心化的项目制团队，并非单纯的员工福利，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机制设计。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不同领域专家发生随机碰撞的概率。同时，企业必须在协同与溢出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企业依靠高额的股权激励和独特的组织文化，拉高人才的离职成本，借此锁住那些携带核心无形资产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开源项目和开发者生态，刻意保持组织边界的渗透性。这种半开放的状态，让企业既能守住内部机密，又能持续吸收外部市场的技术红利。所谓的扁平化管理，实质上也是企业为了适应无形资产的溢出与协同属性而完成的结构演化。组织架构的重塑必然伴随着个体权力来源的更迭。在有形经济的科层之下，管理者的权威源于信息差和对实物资源的分配权。上级通常比下属掌握更全面的生产信息，其职责是确保既定战略被毫无偏差地执行。管理者扮演的是流水线上的高级监工。这种单向的权力传递在无形经济中遭遇了阻滞。随着无形资产的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任何一位高管都无法同时在算法架构、工业设计、品牌营销和数据合规等领域超越一线的专业人员。专业知识向下沉淀，掌握核心资产的员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博弈筹码。管理者面临的挑战转变为如何驾驭一群在专业领域远胜于自己的人。此时，企业高管的角色定位从指令下达者演变为协同催化剂。一项成功的产品推向市场，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内部摩擦。工程师追求系统的绝对稳定与安全，设计师执着于交互的极简与美感，而营销团队则面临发版周期的严苛压力。这些建立在不同专业语境下的诉求天然互斥。管理者的核心任务是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冲突中寻找平衡点，建立信任机制，将互不相通的专业知识缝合进同一个商业闭环中。除了消除内部摩擦，管理者还需要评估那些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显现的无形资产价值，判断一项研发投入何时该及时止损以阻断沉没风险，或者何时该开放技术接口以换取更庞大的生态协同，成为现代商业决策的试金石。领导力不再体现为对刚性执行的监控，而是体现为对无形资产网络动态演化的预判与重组。这种基于共识构建与资源整合的管理能力，构成了企业在无形资产战役中最隐蔽的护城河。无形经济的崛起是一本帮我们认清当今商业运转现实的客观记录。它没有提供一蹴而就的盈利技巧，而是用扎实的数据展示了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当代码、品牌、研发和组织协同取代机器与厂房，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时，社会的竞争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企业的强弱分化在加剧，资金的流向在改变，财富也越来越向少数具备无形资产协同能力的城市聚集。面对这种变化，固守有形资产时代的旧观念只会让人迷失方向。在未来的商业环境中，懂得如何处理投资的沉没风险，如何捕捉不同知识之间的协同效应，才是企业与个人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我们需要抛弃旧有的衡量标尺，在这个新环境中重新建立自己对好企业的判断坐标。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欢迎顺手帮忙点赞转发，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今天聆听这段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带给您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